如何画出好看的形状。先从文艺复兴之前开始，中世纪时代的绘画呢，主要集中在手抄本和祭坛画之中。奥内库尔的狮子写生这幅画其实线条很优美，变化丰富，但是仔细看的话呢，四肢和躯干并不能很好的组合在一起，头部显得过小，这是一个比例失调的问题。早期人类的绘画大多如此。其实西方的写实绘画是一个异类，但在全人类的视角来看，只有这么一个地方出了如此写实的绘画。到了中世纪晚期，你可以从博多禄洛伦采记这一张宗教绘画上面看到它的效果。整个人物的比例相对进步了一些，没有那么的不协调，但是动态还是比较僵硬，四肢像木棍一样。到了中世纪晚期，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结合解剖来绘画。文艺复兴的先声其实是最早从雕塑界开始的，那个时候的画家通常首先是雕塑家。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雕塑还摆在眼前，雕塑家们没办法回避这些大师的雕刻，他们就是雕得更接近真实人体。于是一些同时兼修雕塑的绘画家们开始思考，绘画如何也变得更加接近真实人体呢？所以就把在雕塑上了解的关于形体变化的技巧开始运用在绘画中。这是一个勇敢的尝试，因为在那之前没有人相信绘画是可以既真实又立体的。乔托就明显受到了古希腊雕塑的影响，他不仅仅将透视引用了进来，他还把解剖也引用进来了。你可以看到他的手掌和脸颊上的肌肉起伏比之前的同行们更加微妙和具体。到了文艺复兴开始的早期，像雕塑一样去绘画，描述更真实的肌肉感已经形成了画家们的共识。看过更真实的素描以后，大家很难再回到中世纪的画法了。不过那个时候大部分艺术家对解剖的了解相当浅薄，只是以一种模糊的印象在推敲他们看到的这些肌肉，大多以一种椭圆的球体来描绘了这些肌肉，这其实是符合人眼直接观察的结果。所以有时候画出来的东西不像肌肉，更像肿瘤。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画家阿格诺罗布隆奇诺就是这样的典型。我们来看这张人体的背部，其实上面许多细节都有观测到了，他看到了斜方肌、肩胛骨、大圆肌、三角肌等肌肉的存在。我在原图上把它们标记了一下，大家可以看看位置。还有一些我无法标记的地方，是因为那些肌肉画的有问题。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他把这些形状各异的肌肉都画成了一种软弱的球体状态。和他同样有这种状况的还有画家安东尼巴莱卡拉奇。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体作品里面的肌肉画的同样像肿瘤一样。他们之所以会这样画，就是因为他们只记住了肌肉的名字，但是没有记住肌肉的起止点和形状特征，对解剖的了解过于浅薄和模糊。那这一张作品呢，是和他们同时代的另一个画家画的，无法考据作者的真名了，但是他画的比他们的肌肉更讲究一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腿的局部描绘，这是看一个正常人的大腿绝对看不出来的东西，因为他把每一块肌肉的形状的起止点画得很明显，和解剖形态已经高度相似，这得扒了皮才能看到。这就说明和达芬奇一样在研究真人解剖来帮助绘画的画家大有人在。尽管这个解剖已经画得比较精确了，但是这种肌肉的描绘仍然显得有点像泥巴捏出来的一样。直到我们看到了文艺复兴三杰的作品，才会知道解剖的生化运用状态是怎样的。以米开朗基罗的绘画为例，我们可以来先看看他的作品，仔细看就会明显的感觉到他的肌肉人体比前面的都要更接近真实状态，非常的饱满有张力，而且不显得呆板。尤其是这张背面的人体画得特别好，其核心原因就在于他为每块肌肉的形态做了一个几何特征化的改进。比如整个三角肌看起来就像被设计成了一个大三角形，肱绕肌的位置是一个椭圆形，肱三头肌的地方更接近于一个梯形，背部的肌肉也都有明显的几何形特征，不像之前的画家们把它们都当成一个球或者一个单一的形状来描绘。米开朗基罗这样的做法相当于告知了大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完全的去描绘现实并不能使你把它画得好看。想要把它画得好看，得把它背后的美感给抽象提炼出来。美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这就是当时文艺复兴绘画里面的核心价值。他们相信事物的表象背后有一个超然的存在。以上的逻辑是一种相对平面的状态来理解肌肉的，但事实上东西是立体的。前面这么说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接下来以拉斐尔的绘画为例，我们整体看将会看到整个胸腔和臀部是由明显的两个方体来概括组成的，它们维持了各自的倾斜状态。其实臀部的肌肉非常圆润，
如果不是有意识要把它往方形几何体上靠近，是不会画成这个样子的。这就是徐悲鸿所说的宁方勿圆。按照这个逻辑继续来看手臂，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是这些几何体的组装。那我这么描绘过以后，你再看看原图，应该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这种几何体的存在了。文艺复兴三杰和其他画家的一个明显区别就在于，他们有意识的把肌肉形体几何体块化了，并为此精心设计了他们的组装状态和形态特征。是这些形态各异、大小各异的几何体的组装状态，缔造了这种古典人体的形态美感。之所以用几何体来优化人体，这也是古希腊时期遗留的传统。当毕达哥拉斯几何学派介入古希腊之后，几何形就被认为是一种数学意义上的神圣图形，它们超越真实。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体绘画，大部分都是基督教里的圣人，他们是超越普通人的存在，所以他们的形体也要超越普通。既然都文艺复兴了，那当然是连核心理念也一起跟着介入到了绘画中。所以你看到的这些古典大师的手稿，其人体都有一些明显的超脱常人的特质所在，他们体态更匀称，几何体特征更明显。再往后走，我们就来到了巴洛克和洛可可的时代。鲁本斯是巴洛克的代表，我们可以看到他画的这个人体和肖像与之前文艺复兴时期是有点不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他更像一个真实的人了，体型没有被过度的几何化，所以这种肌肉体态更接近于现场写生的实际状态。在巴洛克这种价值的影响下，很多画家画出来的人物都更加接近真实状态了，比如伦勃朗和韦拉斯贵兹。但不久后，法国王室兴起了洛可可风格，一堆画家开始专职画美女人体，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那个时代的色情画。洛可可的画家们是法国学院派的前身，他们试图在人体绘画中恢复一些古典主义的审美趣味。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布切的这些人体中，虽然体态圆润，但是内在的几何特征仍然是明显的。他试图在唯美的真实人体中恢复古典的审美，这种倾向逐渐影响到了法国学院派。到了安格尔这里，新古典主义起来了，强调恢复拉斐尔那个时代的审美，在体态匀称优美的男性女性人体中进行人体的再创造，将人体的姿态优化得更优美，使他们的形体呈现更加明显的几何特征，达到更加完善的古典审美要求。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之后的学院派人体水平是普遍比较高的。安格尔这张画清淡优雅，寥寥几根单薄的线条就把人体肌肉的起伏画得十分准确了。塞尚这一张人体也画得非常扎实，是学院派里面无可挑剔的典范。接下来这3张亦是如此，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杰出的古典学院派优秀示范。以安格尔为首的法国学院派大佬们将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审美和技巧都总结完善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画家伯里曼就把它总结出来了。伯里曼师从杰罗姆，杰罗姆正好是当时法国学院派的顶尖大佬之一。伯里曼把过去这一整套学院派里面对人体的追求以及他的美学规则系统详细的总结在了他的教学之中。之前的绘画里面总是流露出对人体几何形的设计，伯里曼则更进一步，把几何体之间的组合关系视为了一个重点。他认为人体要像榫卯结构一样互相穿插，才能形成一种运动的节奏韵律。伯里曼设计链接的结构逻辑，总结了几何特征和动态的要求，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成系统的人体教程，对整个美术界影响深远。核心逻辑就是把人体的每个部位想象成一种机械结构，想象它们像机械一样互相组合、互相运动。从文艺复兴到伯里曼，整个西方写实绘画的核心其实就是人体。而人体突破的关键是解剖，学习解剖，尝试用几何体来概括肌肉和骨骼，把它们像机械一样进行想象构建，这是当代人体绘画的关键逻辑。我个人推荐大家先从医学解剖开始学习，因为许多医用解剖的书籍名字翻译有问题。医学解剖的意义就在于你可以拥有原版，你知道最初的版本是怎么样的，再去看各种艺术家书籍里的人体教学，你就能理解它变了什么，没有变什么。医用解剖和医学解剖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它关注的是形状和比例，而后者关注的是功能和病理。当你能够把人体主要肌肉骨骼记忆默化出来的时候，那就算你解剖入门了。这个时候再去临摹古典大师的人体，事半功倍。西方古典绘画的大门在某种意义上这才正式开始打开。那么在19世纪法国学院派达到最巅峰的时候，印象派起来了，反教条反学院的思潮兴起，同时艺术品交易市场也开始大规模崛起。画家们需要更多的自我表达，
艺术品市场也需要更多的新流派作品，创造更多的资本价值。完全靠学院派那几个大佬画画，生产力有限。许多更个性的绘画风格开始出现。说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你可以把文艺复兴时期到法国学院派这一阶段的素描统称为古典主义门派，巴洛克也好，洛可可也好，新古典主义也好，只是这个门派内部的迭代。印象派之后的各种大师相当于在创造自己的门派，一个人单挑一个体系的时代来了。无数山脚下的大师们开始想要推翻古典主义的高山，这和中国北宋末年兴起的文人画是异曲同工的。一堆文人墨客其实是业余画家，他们想要把院派体系给打倒，另辟价值，重新夺得绘画的话语权。我挑了3张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抽象的素描代表作品，他们分别是蒙克、席勒和弗洛伊德。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形体没有古典学院派那么扎实，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也就仍然能够发现他们对解剖的理解相当精。蒙克只不过是把轮廓给虚化了，颜色也表现得弱化了一些，他重点放在的是整个氛围的表达上，在这个朦胧中实现了这个效果。而席勒和弗洛伊德则是扭曲了肌肉的结构，把肌肉本身当成一种传递情绪的手段，让它脱离了正常的范围，创造了一种异样的情绪。这需要非常深刻的洞见和观察。他们那个时候观察对象都是一些不受社会待见的群体，比如失业的小镇青年或者精神病人。这些画家对他们有深刻的同情和体感，所以才能在绘画的笔触和形变的推进过程中恰当地表现他们。就算是到这一步，大家也可以看到，没有对解剖的深入了解，即使你想变形也变不了的，因为根本没有材料可以变。古典素描体系就是整个素描体系的源头。当下有许多绘画教学是直接跳过了这个阶段，强调一些很个人的风格化作品，那样的创作往往是无根之源，缺少了继承，创新的高度也会显得有点低。那么最后总结一下，这一类看上去风格比较明显的画家，是许多艺术家内心里也渴求的。时常有人会困惑如何找到自己的风格。从大部分艺术家的采访视频和书籍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经由对象的触动，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这变化，借由绘画把他们所关注的那部分如实地表达了出来。许多艺术家都反复强调他看到了，感受到了，并且如实地把它记录了下来。这些看上去风格很特别的画家，其实和正在进行超写实刻画的画家没有什么区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当这种极端的个性化、私人化的表达恰巧地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以后，后续的许多竞相模仿者或多或少都有刻意摆弄之嫌，大都是不真诚的，是为了不同而不同，为了不同而创作，而不是描绘一种事实上的观察和感受。真诚永远是绘画的最基本品质，背离这个基本品质只会走向歧路。以上就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到近现代的素描变化，这是主流教材中的审美。接下来我来讲讲当代的审美，从商业插画展开。商业插画主要分2大类，一种是 ACG 领域里的商业绘画，也就是游戏、动画、漫画；另外一种是儿童插画，前者更偏商业化一些，后者更偏个人化一些。但商业插画最基本的要求其实就是能够让观众看明白，并且觉得好看。古典油画本质上也是商业插画，当下的许多主流商业插画反过来说也是古典油画的延续。那么当代商业插画一个非常重要的探索，其实就是迪士尼开启的几何语言探索。我们可以看到迪士尼、皮克斯的许多动画里面，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是一目了然的。这些角色都不用开口说话，我们就知道谁蠢谁坏了。我们看这个国王，他显得比较憨厚可爱，是因为他使用了大量的圆形，而这个王后显得有些奸诈，因为她的造型语言基本上都是倒三角。这其实就是图形语言的符号化设计，和设计象形文字没有本质区别。我们古老的经济艺术中的脸谱设计也是这样的，只是它的符号逻辑体系不是西方这一套几何语言。迪士尼的这一套探索在疯狂动物城里达到了巅峰状态。如果有人想要学习现在的商业插画，其实首要的任务是先要弄懂语言含义，因为客户在讲述他的需求的时候，通常会说他想要一个可爱的或凶残的或古风的，用的都是一些感性的词语，但是画家们要把这种感性的词语变成一个明确的图形。而以迪士尼为代表的这些动画公司其实已经把这套语言探索的比较明确了，这基本是当下全人类通用的一套图形语言。前些年在中国大火的哪吒魔童降世用的也是这套语言，你看看里面的申公豹和哪吒与前面的国王和王后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而儿童插画的商业市场则相对来说要小很多，它们大部分是以绘本的形式出现，但是由于其儿童题材的特殊性，所以创作环境相对宽松，对艺术家的个性需求更大，给了很多个性化比较明显的艺术家的生存空间。他们使用的笔触和造型语言更加私人化，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作品笔触、造型、颜色都非常特别，和那些主流的商业插画明显不一样。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是有风格的，这可能是某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大部分艺术家的私人化的语言都是过去的人生经验和感受堆积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自己探索。绘画语言最主要的构成是形状和颜色，所以最重要的私人化语言探索，首先就是要先找到自己心动的作品，然后去分析这些作品给了你什么感觉，他们又分别用了什么样的线条和颜色，把这种感觉呈现出来的。要多记录，多分析，记录分析的越多，你就越清楚自己内心里对这种语言究竟是什么含义。形状的变化本质上就是绘画价值观的变化，从古典到近现代，从古代的商业插画到现代的商业插画，整个时代的趋势是慢慢变好的，因为画家们被允许拥有更多表达自我的权利了。这也和追求风格独特性的绘画商品市场达成了共识。最开始的这场先锋运动是这群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底层画家所发起的，他们将绘画的重心从取悦观众转向了取悦自己，因为取悦观众的那条路被古典主义的大师们堵死了。在游戏、动画、漫画这些行业还没出来之前，商业绘画的需求就那么大，但是我们当下对风格的诉求是被整个西方价值体系以及商业诉求给裹挟了而不自知。相当一部分艺术家被要求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我们要仔细的体会这二者的区别。今时不同往日，今天的我们其实是有权利选择如何与绘画相处的。首先是图像的市场需求很大，认真的研究商业插画的风格，专心的去画商业插画，足以让你在这个市场上活下去。而你认真的研究那些很私人化的取悦自己的绘画风格，有小部分概率可以活下去，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他自己喜欢的和市场需求的是高度重合，但是要注意，这种幸运有代价，人都是会变会成长的。任何一个能够在市场上取得成功的艺术家，他必然对自己的艺术追求还隐含着更高的境界要求，他不会一直停留在自己的风格上，如果他停留了，大部分时候是被迫的，因为他可能或多或少觉察到了，一旦他切换了风格就没有市场了。只有那些幸运儿中的幸运儿，才能够在切换风格的过程中仍然获得市场的青睐。其实历史上很多艺术家晚年的绘画风格和他早年很不一样的，但是市场不买账。希望我们在绘画的道路上逐渐明白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和市场需要什么。如果你发现你喜欢的和市场的需要是一样的，那你是幸运的。如果你发现不一样，就把这两类分割，因为你总有一些绘画是画给自己看的，不然你对绘画的热情会持续的被消解，到最后形成一种厌恶。每当你回顾历史上那些优秀的作品时，总会自行惭愧，对自己的作品发出最深刻的审问：我究竟在干什么？没有那么幸运呢，是很正常的，这才是大多数的情况。许多艺术家年轻的时候获得这种幸运而不自知，他会以为资本会一直青睐他，他会以为自己的每一次创作和转型都会有很多人认可。记载在史册上的那些艺术家，大部分是幸运儿中的幸运儿，沉默的大多数每时每刻都在沉默中度过了。我们需要深刻的认识到，绘画最终是属于个人的，最终都会是一种沉默的艺术。在这场沉默中，真正能够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但是并不孤单，也不匮乏。理解了艺术的沉默本质，你才能更自如的出发，在绘画的世界里坦然的交流。希望这些言论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我们探索绘画风格的过程中，遵循自己的本心就足够了。加油，我们一起在绘画的世界里更好的畅游。那么这一期的问题就在这里解答结束了。还有什么绘画问题呢？可以来私信找我，关注我的公众号维维老师聊绘画。那么都看到这里了，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一个问题再见。